据美媒报道，在首场大选辩论后，拜登竞选团队明确表示，将在7月加强宣传造势活动，包括由拜登主导的激进旅行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走遍关键摇摆州，以及耗资5000万美元作为媒体宣传资金。为吸引不同受众，这些宣传广告将席卷新媒体及传统媒体，还要在奥运会、美剧《钻石单身汉》第21季首播等高收视节目中大量投放。最新民调显示，拜登在全美7个关键摇摆州全部落后，虽然落后幅度仅为1到2个百分点。实际上，6月28号辩论后的第2天，拜登便马不停蹄地展开宣传造势活动，在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州举行集会。进入7月，拜登的行程更加紧锣密鼓。4号，拜登在白宫主持1年1度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并作讲话。而后，拜登分别前往2个关键摇摆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拉票。9号，在华盛顿主持并出席北约峰会后，拜登立刻回到竞选轨道上，重点关注西南部地区，吸引非裔和拉丁裔选民。此外，美国副总统哈里斯7月也将前往内达瓦州等摇摆州进行造势。值得注意的是，在激进旅行计划中，竞选团队预告，拜登计划在这个月内频繁即兴发言。舆论认为，拜登团队意图平息外界对其认知能力的质疑，以此化解竞选危机。实际上，对舆论非常关注的拜登健康问题，白宫日前公布的报告中就声明，拜登经过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没有发现与中风、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病或渐冻症相关的问题，还表示拜登表现出出色的运动灵巧性。不过，曝光的实情还是引发了外界担忧。7月9号，《华尔街日报》重磅爆料称，拜登健康状况、认知能力下降问题一直被掩盖，并由拜登夫妇的一个核心团队专门负责。报道指出，这一核心圈子由高级顾问安妮塔·邓恩、史蒂夫·李凯蒂、麦克·唐利昂、安妮·托马西尼和安东尼·伯纳尔组成。他们一直担任总统的看门人，通过一系列策略来管理拜登的公共形象和工作安排。这些策略包括只安排早间会议，不在公开场合回答未经审查的问题，以及拒绝高调的采访。该团队不仅担心拜登的智力能力，还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例如，因担心他体力问题，取消了他在宣传基础设施法案时的全国旅行。2023年，拜登在美国空军学院摔倒引发轰动后，助手们迅速采取行动，确保拜登穿上防滑的运动鞋。而在首场大选辩论后，为了保证充足的精力应对竞选，拜登竞选团队也制定了作息计划，因为一天中的不同时段确实会对拜登的工作状态产生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期民调发现，72%的选民表示，他们不相信拜登的精神和认知健康足以继续担任总统，而对特朗普持同样看法的比例为49%。Edward Isaac Dovere, apparently during his meeting with Democratic governors, President Biden, according to 3 sources, told them that he wanted to stop scheduling events after 8 p.m. so he can get more sleep. He complained that he wasn't getting enough sleep. 特朗普这边在首场辩论尝到甜头后，似乎已经等不到原定9月的第2场辩论了。Let's do another debate this week so that Sleepy Joe Biden can prove to everyone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he has what it takes to be president. But this time it will be man to man, no moderators, no holes barred. 实际上，近1周以来，特朗普已经非常低调，只参加了1场造势活动，周末接受了几次电台采访。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说法，热衷于占据头条新闻的特朗普，这次罕见地将关注焦点都让给了拜登。在美媒看来，这是竞选团队故意为之，目的就是让拜登近期的差评、民主党的争议放大到极致。还有报道指出，特朗普迟迟没有公开副手人选，就是为了不抢拜登风头。美媒不禁感叹，如今的特朗普竞选团队真是有勇有谋，早已不是2016年的那个草台班子。他们现在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一种打法，因为他们知道民主党因为拜登去留问题在闹内乱，这个内乱呢是两边民主党以希拉里为一边，以拜登、奥巴马为一边的这样的内斗，那就让你们自己在打呗。但同时，当然特朗普也根据对方，他要看根据对方最后内斗的结果，他来选定他的候选人。
7月5号，拜登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的专访，就首辩表现差劲来进行解释，试图化解政治危机。那么这段采访呢，原定是在周日播出，最后呢是提前到了周五的黄金时段。吕先生，您看了整个专访的全程，有什么样的感受？跟那个辩论一样，又是一个很失败的一次采访。ABC 的这个主持人还是一个很成熟的记者，对。民主党也是友善的，并没有给他特别为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同样的紧张啊。我们从现在每天跟踪的这个各种民调的数据来看，确实没有任何这种正的作用。挽救选情是目前拜登和他的团队的头等要务了。那其实经过精心的一种设计和安排了，觉得他的团队还能做哪些工作？他现在团队安排他去接受一些采访，频繁的出镜。那其实他越这么做，媒体越会关注他当中的一些表态上的神情啊、言语上的一些细节。而且如果他又出现什么失误，那么媒体会更加关注、放大这些失误。那其实对拜登来说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我们再来看看特朗普啊，我们知道自从这个大选辩论之后，特朗普反而表现得非常低调，除了在自家媒体上发布一些消息之外，很少接受这个电台的采访，而且呢，这个竞选活动也非常的少。特朗普的这个背后的班底是不是变得聪明了？现在？实际上，特朗普他自己也是有这个一个右翼的媒体平台嘛，叫 Truth Social，然后他也是利用这个平台在发布一些他自己的这个右翼的言论。他现在就是。我扎好篱笆，我把我自己的这个媒体平台经营好，我吸引更多的极右翼的粉丝在我这儿，那剩下去我就看着我的对手出错。只要目前这个漩涡在继续进行下去，民主党的内乱不停，那么对于民主党来说，它才是更大的灾难。拜登只代表白宫，只代表总统选举，还有参议院的选举，还有众议院的选举。现在最可怕的一种情况是3个。选举全输。特朗普在与拜登举行电视辩论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7月1号宣布，特朗普封口费案宣判时间从原定的7月11号推迟到了9月18号。而且，美国最高法院呢还裁定特朗普享有一定程度的总统豁免权。这对特朗普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赢得大选的几率是不是更大了？这个案子拖到9月18号才宣布量刑的话，那么他还有上诉时间，就是说。他的时间窗口又往后延了，延到11月5号之后，几乎是注定的。那么就是说，11月5号之前给他量刑、宣布量刑的这个机会基本上就没有。特朗普一方向最高法院做出这么一个有关总统豁免权的明确的阐述，这个阐述应该说还是有历史意义的啊，对未来的美国政治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眼前来看，对特朗普应该是一个有利的裁定。现在来看呢，司法案件对于特朗普冲刺总统之位的威胁是越来越小了。而民主党近期打击共和党的筹码呢，还有一份叫做2025项目的文件。据说这份文件得到了这个数十位右翼团体的支持。在民主党看来，这是特朗普在第2任期的政策蓝图。对此呢，特朗普方面就极力的撇清，说我跟这个没有关系。特朗普为什么是这样的态度？有统计说，这份文件的作者85%的人是之前是在特朗普政府当中任职的，所以民主党就抓住这一点，就说这是特朗普的未来的执政计划。那其实到底特朗普有没有授意他们去写这份文件，或者说这份文件对特朗普到底有多大影响力？我觉得还是要打上问号的，因为特朗普他本身他并不是受别人政策指引的所左右的，他有自己的思考。所以当然这份文件他很多的一些提法确实和特朗普的一些提法相吻合。这次大选以来，他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华尔街的一些大佬支持他，那么这些力量其实推崇的并不是极右翼，他推崇的那些路线。所以特朗普那么因为受制于这些大佬的这些影响呢，可能会在立场上有一些收缩。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撇清与这份文件的关系的一个考量之一。7月5号，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虽然承认了首场辩论中表现糟糕，但是依然不忘吹嘘自己，反问：谁能像我一样将北约团结在一起，保持压制中国的态势？
对此，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就直言，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不仅未能奏效，反而让人们更加接近战争。无论是台海、南海还是关税战、贸易战，无非是把相关国家和地区拖入泥潭，而拜登却借此为自己的糟糕表现找补。外界关注，随着美国大选逐渐白热化，两党对华政策之争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又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全球秩序？我们一起来洞察关键。尽管拜登吹嘘自己领导的美国政府能够对中国进行遏制，但在特朗普看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还不够强硬。7月6号，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网站上，在列举了拜登的一系列政策时，又不忘拉上中国。他在文中称，瞌睡桥应该继续他的美国毁灭运动，让中国再次伟大。实际上，6月27号的首场大选辩论上，拜登和特朗普提到的为数不多的涉华议题中，就有关税问题。This tariff is 10% tariffs. Everything coming in the country, you know what the economists say? That's going to cost the average American $2,500 a year more. He gets money from China. So I think he's afraid to deal with them or something. But do you notice he never took out my tariffs because we bring in so much money with the tariffs that I imposed on China. He can't because it's too much money. It's tremendous, and we saved our steel industries, and there was more to come. 辩论当中提到的加征10%关税，指的是6月13号特朗普在国会与共和党众议员的非公开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关税政策。据美国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报道，该政策拟对美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而针对中国商品则征收至少60%的关税。实际上，拜登在对华商品加征关税上，比照特朗普更是变本加厉。5月14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18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动汽车关税将从25%提高到100%。近期，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主任约翰·费佛在其网站发文，题目就是“对华关税，特朗普愚蠢，拜登更愚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近期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表示，通过关税战减少经济合作，这是所谓的经济安全观念。这种观念最终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美国就是要维持和中国在技术上的代差的差距，所谓的经济安全想法。那么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它用关税保护市场带来的损失是，它不能够享受中国的产品带来它的利益的廉价的好处，所以呢，它实际也处于一个两难，就在多大程度它愿意损失那个方面，它的是要保持跟中国的技术差距，这是它的一个政治目标。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然后5年之内想发生重大利好的改变不太可能。9号，拜登在华盛顿主持北约峰会，点赞北约盟友在俄乌冲突上的团结一致，并强调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对北约盟友的坚定承诺。This is a pivotal moment for Europe, for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and I might add for the world. 美联社在10号报道称，拜登强调对北约的支持是希望通过峰会帮助重整陷入困境的竞选活动。而一些北约国家领导人近期表示，并不担忧拜登的精神状态。德国总理舒尔茨称，他对拜登的健康状况没有任何担忧。上周，拜登致电英国新首相斯塔默，祝贺他胜选。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首相发言人表示，斯塔默在通话期间并不担心拜登的精神敏锐度。在首场大选辩论为数不多的涉华议题当中，关税就是其中之一。特朗普和拜登对加征关税进行了攻防。为什么他们专挑关税这样的一个议题？他们在这样一个议题上有什么样的不同？关税这个议题呢，是在辩论过程中两边都不容易失分的一个议题。我认为还是精心选择过的。特朗普在跟中国打这个关税战的时候呢，他是以它为一种武器。就是关税武器化，它为的是向中国极限施压，然后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要求中国做更大的让步。而对于拜登来说，他延续这个关税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拜登就民主党政府一直想构建的是一个把中国排斥在外的这样一个贸易的圈子。那么原来搞 TPP 的时候呢，美国选民不赞同，没有搞成。现在他们发现，高关税这种方式也可以促进我们把中国产品
把它推到美国之外，就脱钩断链。对，脱钩断链，他就是他要重建他的所谓的供应链体系。为什么在有限的辩论时间里面，重点突出关税牌？他要让重点的一些选民要看到他们双方的一些表态，主要还是聚焦于这次关键的3个摇摆州，因为这3个摇摆州是以工薪阶层、工人阶级为主。那么特别是拜登他现在打的这些制造业的这些关税牌，那么特朗普他本来也是他的基本盘就在那边。特朗普一直是反全球化啊，而且是强调美国优先。如果他再次问鼎白宫的话，他的对华政策会有什么改变吗？现在去判断变还为时过早，但是我觉得可以去观察影响他未来是否变化的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就是特朗普与党内的关系，现在他基本上在党内是一个领袖形象的这种。我觉得特朗普他是有掌控力的，这是和他第一任期时候当中一个最大的一种环境上的一个变化。第二个影响他变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就是他和华尔街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华尔街对他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在华尔街内部，他也有流传那种说法，就觉得特朗普其实像是一个肮脏的哈里这样的一种人物。那这个肮脏的哈里其实是70年代美国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人物。是一个警察，旧金山的一个警察。当时他们的警局把一些非常难办的案子交给他，那么哈里他是用一些甚至于非法的一些手段去把这个案子破了。那么现在华尔街看特朗普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人物，他们希望特朗普实现他们的一些目的，特别是在对华问题上，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平衡也好啊，金融的开放啊也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面，他希望看到特朗普能用一种不怎么让人感到舒服的这种手法去实现华尔街的利益。在7月5号播出的拜登专访当中，拜登妄言谁能像我一样将北约团结在一起，谁能像我一样对中国持续的保持施压的态势。外界评价说这个语气啊跟懂王很像。那拜登要借此向外传递什么信息？他这个信息是传递给他的盟友的。如果民主党输掉了这场大选，那么就意味着美国的联盟体系会不会受到挑战啊？美国给出他们的这些安全承诺还能不能够遵守啊？特朗普会不会提高要价呀？然后他们前期的投入是不是都成了沉没成本？这都是问题哈。有些盟友国家是真金白银的在支持拜登的这次竞选的，最典型的是日本。最近日元的这个汇率跌得非常的惨哈，而且其实日本的央行也没有做什么很大的这种协调的动作。很多美国的盟友都在以某种方式在支持拜登竞选，在哄抬美国的经济。他只是表达他强硬，并不比特朗普更软弱。我甚至能够更有持续的对中国施压的能力，但是他并没有发挥，对吧？我觉得现在在中国政策上，两个人都避免细致的发挥，他们不想在竞选阶段挑起他们不能终究不能掌控的话题啊，他们还是要把这话题留到执政以后再去发挥的。无论是谁当选美国总统，我们面对的都将是一个更加撕裂、更为不确定性的美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秩序势必迎来新的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还是要防范，就是美国国内这种政治上的撕裂也好，部落主义也好，它的对华或者说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溢出效应。那么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充足的预案。如果特朗普走的是美国优先的这样一些政策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退群，对于中国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机遇。